我醒来的时候，窗外的阳光正好，不是末世那阴沉沉的天，不是那永远灰蒙蒙的压抑，而是真正的阳光，温暖而明亮。我猛地坐起身，身上的被子滑落，露出我完好无损的双手，没有被冻伤的痕迹，没有因为极寒而裂开的血口子。这双手白皙细腻，是我自己的，但又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。我颤抖着摸向床头柜，手机安静地躺在那里，拿起来一看，2152年9月15日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末世前3个月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。我紧紧攥着手机，指节发白。3个月，距离那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性极寒天灾还有整整90天。上辈子我们一家死得凄惨，极寒来得太突然，全球气温在短短1周内骤降40度，赤道地区都开始飘雪。政府说是太阳活动异常，说什么这只是暂时的，可我知道这不是暂时的，极寒会持续整整3年。第1年，人们还以为只是一场气候，咬牙坚持。第2年，社会秩序开始崩溃，粮食短缺，取暖成为奢望。第3年，人类死伤大半，文明倒退，我们一家最终没能熬过去。我死的时候，怀里还紧紧抱着女儿小暖的尸体，她才5岁，就那样活活冻死在我怀里。我老公林远为了给我们找一口吃的，出去后再也没回来。我父母在极寒第2年的冬天就没能熬过去。这一世，我发誓一定要改变这一切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擦干眼泪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3个月，90天，我要在这90天里为家人打造一个可以安全度过3年极寒的堡垒。钱不是问题，上辈子我死的时候才知道，林远其实买彩票中了1个亿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，末世就来了。他藏了一张彩票，就在他书房的抽屉夹层里。我跳下床，赤脚冲向书房，林远还在睡觉。他昨晚加班到很晚，现在睡得正沉。我轻手轻脚地拉开他的抽屉，果然在夹层里找到了那张彩票。开奖日期是3天后。我紧紧攥着那张彩票，心跳如鼓。1个亿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知道这笔钱的存在。我要用这笔钱建一个地下城，一个能让我们全家人安全度过3年极寒的地下城。我回到卧室，林远正好醒来，他看见我赤脚站在地上，皱了皱眉，怎么不穿鞋？地板凉，我看着他，这个上辈子为了保护我们一家而失踪的男人，眼泪又要掉下来。我扑过去紧紧抱住他，怎么了？他有些懵，但还是会抱住我。做噩梦了。我闷声说，一个很可怕的噩梦，梦里都是假的。我在呢。他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在他怀里平复情绪。梦里是假的，但现在是真的，我真的回来了。这一次我一定要保护好所有人。林远，我抬起头看着他，我们得谈谈。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，我斟酌着词句，我想改变一些事情，我想给我们的家做一个大改造。林远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担忧，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不是，我摇头，我只是突然想明白了，我们要为未来做准备。什么准备？建一个地下室。我说，一个很大的地下室，可以储存很多东西，可以在极端天气下保护我们的那种。林远沉默了一会儿，你是不是看到什么新闻了？他问。最近确实有说太阳活动异常，不是新闻。我说，是我自己的感觉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林远，你相信我吗？他看着我，眼神渐渐变得认真。信。他说，你是我老婆，我不信你信谁？那好，我点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听我的，3个月后你会感谢我的。他笑了，现在就开始神神秘秘的了。我也笑了，但眼里没有笑意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为末世做准备。什么末世？冰封纪元。我说，一个会持续3年的冰封纪元。3天后，彩票开奖，林远中了1个亿。他看着开奖号码，整个人都傻了，反复确认了好几遍，最后腿一软，直接坐在地上。我们中奖了。他声音发颤，1个亿。我很平静。1个亿。他猛地抬头看我，你早就知道？我梦到的。我说，我梦到你会中奖，梦到这张彩票的号码。林远张了张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现在你相信我了吗？我问。他愣愣的点头。那好，我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用这笔钱做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建一个地下城。林远以为我疯了，但我知道我没有疯，我只是太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。我把上辈子的事情以梦境的形式告诉了他。我没有说我是重生的，我只是说我做了一个很长很真实的梦。梦里3个月后，全球气温骤降。梦里极寒持续3年，我们一家死得很惨。梦里小暖才5岁，就冻死在我怀里。我说着说着，林远的眼圈红了。别说了，他声音沙哑，我信你，我信你。他抱住我，手在发抖，那只是个梦。他说，这一次我们不会让那种事发生。我点头。所以我们要建一个地下城，要多大？他问。至少能容纳20个人生活3年的空间。我说，要有独立的供电系统、供水系统、空气循环系统，还要有种植区、养殖区、医疗区。林远听得目瞪口呆，你梦里连这些都看清了？他问。我点头。我梦里看到，只有在地下才能躲过那场极寒，地面上的建筑不管多结实，都会被冰封。林远沉默了很久。好，他最终说，我们建。但是他话锋一转，这是得秘密进行。我知道。我说，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否则末世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对。林远点头。我们得想个办法，光明正大的建地下室，但不会引起怀疑。我们商量了一晚上，最后想出了一个计划。我们要卖掉现在的房子，在郊区买一栋带大院子的独立屋，然后以修建酒窖的名义开始地下城的建设。郊区人少，地皮便宜，而且独立屋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在地下挖了多深。第2天，我们开始了行动。林远去公司辞了职，说想休息一段时间。我联系了房产中介，开始看房。小暖送去了我爸妈那里，暂时由他们照顾。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，因为3个月后
一切都将改变。时间紧迫，我们耽误不起。1周后，我们在西郊看中了一栋房子，独立的院落，占地5亩，远离公路，四周都是树林 ，privacy 很好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栋房子下面原本就有一个小型地下室，据说是前主人用来当酒窖的，这给了我们完美的借口，我们要扩建酒窖。我对房产中介说，我老公是个红酒爱好者，想建一个大一点的收藏空间。中介笑着点头，完全没有怀疑。房子很旧，主体结构是上世纪80年代的，需要大修。这正中我们下怀，我们打算整体翻修。林远说，地上部分全部重建，地下也顺便扩建一下。中介看着我们，眼神像是在看2个冤大头。当然可以。他说，这房子确实该翻修了，你们想怎么改都行。我们爽快地签了合同，全款付清1个亿的资金，现在正式开始动用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们开始联系施工队。地上部分的翻修是幌子，真正的重点在地下。我们通过特殊渠道找到了一个专业的地下工程团队，对方不问原因，只问要求，我们要一个能抗10级地震的地下结构。我说，深度至少30米，要有完整的通风系统、供电系统、供水系统。工程师看着我们的图纸，眉头紧皱，这不是普通的酒窖。他说，当然不是。林远笑了笑，我们打算在里面建一个私人会所，有影院、健身房，酒窖自然要求高一些。工程师点点头，没有多问，只要钱到位，他们不在乎我们建的是什么。施工开始了，地面上的房子先拆除重建，这是给外人看的。与此同时，地下部分也在悄悄进行。我们要求所有工人签署保密协议，施工现场不允许拍照，不允许外传，每天进出工地的车辆都要检查，确保没有携带任何可疑物品。这样做虽然成本高，但安全第一。末世来临的时候，人性的黑暗面会彻底暴露，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地下城的存在。施工进行到第3周的时候，我回了趟娘家，小暖在那里住得很开心，爸妈把她照顾得很好。你们最近忙什么呢？我妈问我。小暖说，你们好久没来看她了，我们在忙一个项目。我说，一个很重要的项目。我看着父母，他们还不知道3个月后会发生什么。上辈子他们没能熬过去，这辈子我一定要让他们平安。妈，爸，我说，等我们这个项目完成，你们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吧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妈奇怪地看着我，我们在这儿住得好好的，就是想一家人在一起。我说，林远也说，想多陪陪你们。我爸笑了，你们年轻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，我们不用你们操心。我没有再多说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他们只会觉得我莫名其妙。等末世来了，他们会明白的，到时候地下城就是我们唯一的庇护所。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庇护所建好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地下城的设计，我参考了上辈子的记忆，我见过那些真正的避难所是什么样的，知道什么最重要。我把地下城分为6个区域，第1区是生活区，包括卧室、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；第2区是储藏区，用来存放食物、水、药品、燃料等物资；第3区是种植区，要有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，可以种植蔬菜、粮食；第4区是养殖区，用来养鸡、养鱼，提供肉蛋来源；第5区是医疗区，要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储备；第6区是能源区，包括发电机、蓄电池、太阳能设备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有完善的通风系统、净水系统、排污系统，最重要的是要有3套独立的备用系统。末世里，设备随时可能坏，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我和林远花了整整3天时间，把每一个区域的细节都规划好。我们画了大量的图纸，列出了详细的物资清单。储藏区至少要准备3年的食物。我说，大米、面粉、罐头、干货每一种都要按人头计算，我们算6个人。林远说，你父母、我爸妈，我们和小暖。我愣了一下，你爸妈也要来？林远点头。我跟我爸说了，让他们搬来一起住，他们同意了。林远笑了笑。我说，我们买了大房子，想一家人在一起。他们没多问，我松了口气，这样最好。末世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更何况是林远的父母，他们是很好的人，上辈子他们也没熬过去，这辈子能救一个是一个。那物资就按6个人准备。我说3年的量，只多不少，还有药品。林远补充，各种常用药、抗生素、急救用品都要准备齐全。对，我点头。末世里一场小病就可能要命。我拿出一张清单，上面是我根据记忆列出的必需品：食物、水、药品、燃料、衣物、工具、种子、书籍，密密麻麻，足足列了几百项。这些我们得秘密采购。我说，不能一次性买太多，会引起怀疑，分批买。对，我点头。我们分头行动，去不同的城市，用不同的身份购买，还要租几个仓库，先把东西存起来，等地下城建好了再运过去。林远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你到底梦到了多少东西？他问。我感觉你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我只是不想重蹈覆辙。我说，那个梦太真实了，真实到我现在想起来还后怕。林远握住我的手，别怕，这一次我们一起面对。我点头，一起面对。地下城的建设在继续，按照我们的计划，地下部分要挖到30米深，面积超过500平米。这不是一个小工程，但我们有钱有时间。施工队问起来，我们就说是要建一个私人避难所。有钱人吗？总有些奇怪的爱好。他们虽然觉得我们夸张，但也没多想，毕竟谁会想到3个月后真的会有末世呢？除了我和林远，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真相的人。
囤积物资。地下城的主体结构完成那天，正好是彩票中奖后的第20天。我站在那个巨大的地下空间里，看着工人们做最后的收尾工作，心里说不出的激动。这里将是我们未来3年的家，是我们一家人活下去的希望。主体完成后，接下来就是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开始大规模采购。林远负责去外地采购食物和燃料，我负责采购药品和生活用品。我们分头行动，每到一个地方就买一部分，然后存到租来的仓库里。为了不引起注意，我们从不一次性买太多。今天买点大米，明天买点面粉，后天再买点罐头，就这样一点点地，我们的物资储备越来越多。我列的清单上每一项都在被慢慢打勾。大米5000公斤，面粉3000公斤，各种罐头2000箱，干货、坚果、蜂蜜、糖、盐，每一种我都按6个人3年的量来准备，甚至还多准备了20%。末世里食物就是命，我宁愿多准备，也绝不冒险。药品的采购更加小心，抗生素、退烧药、止痛药、消炎药这些在末世里都是硬通货。一旦被人发现我们囤积这么多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跑了10几个城市，用不同的身份证在不同的药店购买，有时候还会换装扮，戴假发、化妆，尽量不让人记住我的脸。就这样1个月过去了，我们的地下城渐渐有了雏形，物资也储备的差不多了。地下空间里6个区域已经划分完毕，生活区装修成了温馨的样子，有卧室，有客厅，甚至还有一个小型影院。储藏区堆满了物资，一排排的货架整齐排列。种植区安装了最先进的水培设备和植物生长灯。养殖区的水池已经建好，准备用来养鱼。医疗区配备了基本的医疗设备，药品也分类摆放整齐。能源区安装了柴油发电机、太阳能逆变器、大容量蓄电池。看着这一切，我心里踏实了一些。但我知道这还不够，末世里危险不只是寒冷，还有人，那些饿疯了、冷疯了的人，比寒冷更可怕。所以我们还要准备武器，不是为了伤害别人，而是为了保护自己。我和林远去了几次户外用品店，买了一些防身的工具，棒球棍、防狼喷雾、电击器。我们还通过特殊渠道搞到了几把弩，这些都是末世里保命的东西。就这样，第2个月也过去了，距离末世来临还有1个月。我们的地下城已经基本完工，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物资转移过去，然后等待末世的到来。地下城建好的那天，我们把双方父母都接了过来。4位老人站在那座翻修一新的房子前，脸上都是困惑。你们什么时候买的房子？我爸问。怎么突然就先进去吧？我说进去再说。地上部分的装修很豪华，完全是按照养老别墅的标准来的。4位老人看着，虽然疑惑，但也没多问。直到我带他们来到地下室，这是林远的父亲林建国。看着那个巨大的地下空间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酒窖，我妈试探着问。不是，我摇头，这是一个避难所。4位老人面面相觑，我知道他们很难理解，但我必须让他们知道真相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把那个梦又讲了一遍，和上辈子一样的极寒，一样的末世，一样的死亡。我说得很详细，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遗漏。4位老人听完都沉默了，所以我爸开口。你建这个地下城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。我说为了让我们一家人能在这场灾难中活下来。可是林远的母亲张美玲犹豫道，那只是梦啊，那不是梦。林远突然开口，那是预警。他拿出那张彩票，我中奖1个亿，是安安梦到的号码。我们买这栋房子是安安梦到的地点，这个地下城是安安梦到的设计。如果这些都是巧合，那也太巧了。4位老人看着那张彩票，说不出话来。距离梦里那场灾难还有不到1个月。我说我知道你们很难相信，但我求你们留下来。如果什么都没发生，那最好。我说但如果真的发生了，如果真的有极寒，有末世，那这里就是唯一能保护我们的地方。我跪下了，妈爸，我求你们。我说留下来。林远也跪下了，爸妈，我也求你们。4位老人慌了，赶紧把我们扶起来。好，我们留下。我妈红着眼圈说，你们别这样。是啊，林建国也说，我们留下。我松了口气。他们虽然还是半信半疑，但至少愿意留下来，这就够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把物资搬进来。4位老人看着那一车车的食物、水、药品，眼睛都直了。这些张美玲结结巴巴地问，都是你们买的？我点头。够6个人吃3年。3年，对，我说梦里极寒持续了3年。4位老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知道他们还是觉得我们疯了，但没关系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我们把小暖也接了过来。5岁的他还不懂事，只觉得新家很好玩。妈妈，这里好大呀。他在地下城跑来跑去，兴奋的不行。喜欢这里吗？我蹲下身问他。喜欢。他用力点头。这里好暖和。我亲了亲他的额头，心里一阵酸楚。上辈子他就是在这样的极寒中活活冻死，这辈子我不会让那种事再发生，绝不会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在地下城吃了顿饭，6个人围坐在餐桌前，小暖在中间蹦蹦跳跳。虽然4位老人还是忧心忡忡，但气氛还算温馨。如果那个梦是假的，我爸说，那我们就当是一次家庭聚会。对，林建国也笑了。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没住过这么豪华的地下室呢。我们都笑了，但笑容背后是深深的忧虑。距离末世还有不到1个月，该准备的都准备了。地下城、物资、设备，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，现在只剩下等待，等待那场改变世界的灾难，等待冰封纪元的降临。第7章倒计时，距离末世还有15天，我们开始最后的检查。发电机3台全部运转正常，太阳能板20块，
已经全部安装完毕，蓄电池容量足够维持地下城1周的用电，通风系统3套，2套备用，全部测试通过，净水系统正常工作，排污系统正常工作，食物、水、药品所有物资清点完毕，数量充足。4位老人看着我们忙前忙后，脸上的表情从怀疑渐渐变成了担忧，他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不是在开玩笑。安安，我妈把我拉到一边，你跟妈说实话，那个梦真的会发生吗？会，我点头。再过15天，全球气温会骤降，会冷到什么程度？-60°。我说，而且会持续3年。我妈倒吸一口凉气，那地面上的世界都会被冰封。我说，所有植物会冻死，动物会灭绝，人类我没有说完，但我妈明白了，她的脸色变得苍白。所以他喃喃道，这里是我们唯一能活下去的地方。对，我握住他的手，妈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他点点头，眼圈红了，我相信你。他说，你是我女儿，我不信你信谁？我心里一阵温暖，这就是家人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他们都会无条件支持你。距离末世还有10天，我们开始减少外出，所有的物资都已经转移完毕，所有的设备都已经调试完毕，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那一刻的到来。4位老人也开始帮忙，他们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做事很细致。我妈负责整理食物，把每一种食材都分类摆放，贴上标签。张美玲负责医疗区，把每一种药品都登记造册。我爸和林建国则帮忙检查设备，确保一切正常。小暖在地下城跑来跑去，完全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。看着他天真无邪的笑脸，我心里一阵酸楚。他还那么小，就要经历这些，但没关系，只要他能活下去就好，只要他能平安长大就好。距离末世还有5天，我们彻底封闭了地下城的入口。从外面看，这只是一栋普通的郊区别墅，没有人知道，在地下30米深处藏着我们一家人活下去的希望。我们6个人加上小暖，开始了地下生活。4位老人虽然还是有些忐忑，但都接受了现实。如果真的没事，我爸说，那我们就当是一次特殊的家庭旅行。对，林建国也笑了，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没住过这么豪华的地下室呢。我们都笑了，但笑容背后是深深的忧虑。距离末世还有1天，我一夜未眠。明天就是上辈子那场灾难开始的日子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早上天空突然变得阴沉，然后气温开始下降。一开始人们以为只是降温，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不是普通的降温，这是末日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身边林远均匀的呼吸声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，地下城、物资、设备，现在只剩下等待命运的审判，等待冰封纪元的降临。天快亮了。第8章冰封降临。那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地下城的温度监控显示地面温度-5度，昨天还是-15度，短短1夜之间气温骤降20度。我知道开始了。我打开监控，看着地面上的摄像头传回的画面，天空是灰色的，不是那种阴天的灰，而是一种诡异的泛着蓝光的灰。雪花开始飘落，才9月份就开始下雪了。我把4位老人都叫起来，让他们看监控画面。我爸瞪大眼睛，这才9月开始了。我说，那个梦成真了。4位老人脸色大变，他们虽然之前已经有些相信，但内心深处还是抱着一丝侥幸。现在那一丝侥幸彻底破灭了。快打开新闻。林建国说，我们打开电视，所有频道都在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寒潮。专家分析，这是太阳活动异常导致的全球性气候异常。政府呼吁市民不要恐慌，做好保暖措施。预计这次寒潮将在1周内结束。我冷笑，1周内结束？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接下来气温会持续下降，直到-60度，然后会一直保持在这个温度，持续3年。我们得把入口彻底封死。我说，现在就开始。林远点点头，和我一起启动了入口的封闭装置。这是我们早就设计好的。地下城有3个入口，每个入口都有3重防护。最外面一层是普通的门，看起来和正常的地下室门没什么区别。中间一层是防爆门，可以抵御强烈的冲击。最里面一层是保温门，密封性极好，可以隔绝温度。现在我们启动了封闭程序，3重防护全部锁死，除非从内部打开，否则任何人都进不来。4位老人看着这一切，脸色苍白。他们终于明白，这不是游戏，这是真正的末世，而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做好准备的人。第1天，气温降到-20度，外面的雪越下越大，地面上已经积了厚一层。新闻上说，这是100年一遇的极端天气。第2天，-30度，电力系统开始出现故障，很多地区停电。第3天，-40度，政府开始呼吁市民撤离到指定的避难所，但很多人已经出不去了，交通瘫痪，道路结冰，车辆无法行驶。第4天，-50度，开始出现冻死人的消息。第5天，-60度，极寒正式降临。而我们在地下30米的深处，温暖如春。地下城的恒温系统把温度控制在20度，我们有电，有水，有食物，我们一家人平安地度过了末世的第1天。看着监控里那些被冰封的世界，我心里说不出的复杂。我知道，从现在开始，外面的世界将变成地狱，而我们将在地下开始新的生活。冰封纪元正式开始了。极寒降临的第1周，外面的世界彻底变了。我们通过监控看着地面上的情况，雪一直在下，没有停过。地面上
积雪已经超过1米深，气温稳定在零下60度，没有一点回升的迹象。新闻里，主持人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声音颤抖地播报着最新的情况：政府正在全力抢修电力设施，请市民保持冷静，避难所已经开放，请有需要市民尽快前往。这场极端天气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结束。我关掉电视，他们还在骗大家，这场极寒不会在未来几天内结束，它会持续3年。上辈子我就是太相信政府的话，才没有及时做好准备。这辈子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4位老人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监控画面，脸色都很凝重。他们终于完全相信了，太可怕了！我妈喃喃道：“这简直就是世界末日，就是世界末日。”我说：“只不过不是丧尸，不是陨石，而是极寒，人类能挺过去吗？”林建国问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上辈子人类死伤大半，社会秩序彻底崩溃，文明倒退几百年，那些活下来的人也活得不如死。我们能，林远说，我们一定能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坚定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我点点头，握住他的手。对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地下城的生活开始了，我们6个人开始了在地下30米深处的生活。每天早上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监控，看看地面上的情况，看看温度，看看雪有没有停。答案永远是没有，雪一直在下，温度一直在零下60度。偶尔我们会在监控里看到人，那些在外面寻找食物、寻找庇护所的人，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在风雪中艰难前行。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，再也没有起来。每次看到这种画面，我心里都很难过。我想救他们，但我知道我不能。一旦暴露地下城的存在，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就完了。末世里，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。我见过太多为了活命而自相残杀的例子，我不能冒险，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。虽然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安全的避难所了，除了这里，除了这个我们花了2个月时间准备的地下城。极寒降临的第7天，电力系统彻底瘫痪，新闻也中断了，我们失去了和外界的最后联系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们真正与世隔绝了，地下城成了我们全部的世界，与世隔绝的生活开始了。地下城虽然不大，但设施齐全，我们有独立的卧室，每间虽然不大，但足够休息，有客厅，有餐厅，有厨房，甚至还有一个小型影院。种植区的水培设备已经开始运转，第一批蔬菜已经发芽，养殖区的鱼也活得好好的，给我们提供新鲜的蛋白质。4位老人渐渐适应了地下的生活，他们开始找事情做，让自己忙碌起来。我爸和林建国负责维护设备，每天检查发电机、通风系统、净水系统。我妈和张美玲则负责种植区的管理和食物的烹饪。小暖每天都很开心，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只觉得新家很好玩。地下城有很多房间，她可以到处跑，而且这里很暖和，20度的恒温让她完全感觉不到外面的严寒。看着她天真无邪的笑脸，我心里既欣慰又难过。欣慰的是他还小，不懂事，不会害怕；难过的是他本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，而不是被困在这个地下空间里。但没关系，只要他能活下去就好，只要他能平安长大就好。极寒降临的第2周，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挑战，通风系统出了问题，外面的温度太低，通风管道结了冰，空气无法正常流通。幸好我们有备用系统，林远和我爸赶紧启动第2套通风系统，同时想办法清理第1套的结冰。看来林远说我们得定期清理通风管道，否则一旦全部堵塞。他没有说完，但我知道他的意思。如果通风系统全部瘫痪，我们会被活活憋死在这里，以后每周检查1次。我说不能有任何疏忽。林远点头，我会制定一个检查表，每一项都不能遗漏。这次事件让我们意识到，即使准备的再充分，也可能会有意外发生，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极寒降临的第3周，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好消息，种植区的第1批蔬菜成熟了，虽然不多，但足够我们一家人吃一顿新鲜的。太好了，我妈高兴的不行，我还以为要等很久呢。水培设备效率高，我说，而且生长灯模拟阳光，植物长得快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吃了一顿新鲜的蔬菜沙拉，虽然只是简单的生菜、小番茄、黄瓜，但对于吃了半个月罐头和干货的我们来说，这简直是人间美味，太好吃了。小暖吃的满嘴都是，妈妈，我还要。我笑着给他又加了一些，慢点吃，还有很多。看着一家人吃的那么开心，我心里说不出的满足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一家人在一起，平安健康就够了。极寒降临的第1个月，我们就这样过来了，虽然中间有些小波折，但总体来说一切顺利。我们的地下城经受住了考验，我们一家人平安地活了下来。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。极寒降临的第2个月，我们遇到了真正的危机，发电机坏了。那天晚上我正在睡觉，突然听到警报声，我猛地坐起身，看到监控面板上能源区的指示灯变成了红色。林远，我推醒他，发电机出问题了。他立刻跳起来冲向能源区，我爸和林建国也被惊醒了，跟着一起过去。我也去了，留下我妈和张美玲照顾小暖。能源区里柴油发电机发出奇怪的声音，然后轰的一声彻底熄火。怎么回事？
我紧张地问不知道。林远检查着设备，可能是零件老化，也可能是他话没说完，地下城的灯闪了几下，然后熄灭了，一片漆黑。备用电源，林远大喊启动备用电源。我爸跌跌撞撞地跑到蓄电池那边，按下启动按钮，几秒钟后灯重新亮了。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，蓄电池只能维持12个小时。如果12个小时内修不好发电机，我们就会失去电力，而没有电力，通风系统会停，净水系统会停，供暖系统会停，我们会死在这里。修，林远说必须修好。3个男人围着发电机开始检查每一个零件，我也在旁边帮忙递工具、打手电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蓄电池的电量在一点点下降。找到了，林建国突然说是这里，他指着发电机的一个部件，这个零件坏了，需要更换，我们有备用的吗？我问。有，林远点头，我买了备用的零件，就在那边的箱子里。他跑过去翻找，很快找到了需要的零件，更换、安装、调试。3个小时后，发电机重新运转起来。当听到那熟悉的轰鸣声时，我差点哭出来。修好了，我喃喃道。修好了，林远擦了擦额头的汗。修好了。我们4个人站在能源区，看着重新运转的发电机，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以后，林远说，每周检查1次发电机，不能有任何疏忽。我爸点头。这次是我们运气好，下次他没有说完，但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。下次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。这次事件之后，我们更加谨慎了，每天3次检查设备，每一项都不能遗漏。我们还制定了应急预案，一旦再出现类似的情况，该怎么办？我们不能再冒险了。林远说，任何一个小失误都可能要了我们的命。我们都点头。在末世里，谨慎是活下去的唯一法则。极寒的第4个月，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问题，养殖区的鱼开始死亡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可能是水质出了问题，也可能是温度不够稳定。我们赶紧检查养殖区的设备，调整水质和温度，得赶紧处理。我说，于是我们的重要蛋白质来源不能出问题，要不要？张美玲犹豫了一下，把那些快死的鱼先吃了。不行，我摇头，万一有病，吃了会出问题，那怎么办？全部处理掉。我说，养殖区彻底消毒，重新来过。那我们的蛋白质，我们还有鸡蛋。我说，之前买了500箱鸡蛋，足够吃很久，而且种植区可以种豆类，也能补充蛋白质。虽然损失了一批鱼很可惜，但还好我们有备用计划，这就是囤货的好处。即使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我们还有其他选择。极寒的第5个月，我们迎来了第2个好消息，种植区的水稻成熟了，虽然产量不高，但我们终于吃到了自己种出来的米饭，真香啊！小暖吃得特别开心。妈妈，这是我们种出来的吗？对，我笑着摸摸她的头，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。那我们以后可以一直吃自己种的东西吗？可以。我说，只要我们在，就可以一直种下去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吃了一顿真正的家宴，自己种的米饭、蔬菜，自己养的鱼虽然重新养了，但长得很快，还有之前储备的罐头。虽然简单，但这是我们一家人在末世里吃的最安心的一顿饭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即使外面是世界末日，我们也能活下去，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。极寒降临的第5个月，我们迎来了第1批访客。那天早上，我正在种植区忙碌，突然听到监控发出警报，有人靠近了。我立刻跑到监控前，看到画面上3个人影正在接近我们的房子，2男1女，穿着破烂的衣服，身上都是血，他们看起来很虚弱，走路都摇摇晃晃的。有人来了，我喊了一声，林远立刻跑过来，看着监控画面，眉头紧皱。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不知道。我摇头，可能是看到了烟囱，也可能是我突然想起来，之前有一次，我们忘记关闭地面上的通风口，虽然只是一瞬间，但可能该死。林远低声骂了一句，我们太大意了。那3个人走到房子前，开始敲门，有人吗？一个虚弱的声音传来，求求你们开门，我们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救救我们。他们的声音透过监控设备传来，听得我心里一阵难受。我想救他们，但我知道我不能，一旦暴露地下城的存在，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就完了。末世里好心是会要人命的，不能开。我爸说开了门我们就完了，可是我妈眼圈红了，他们看起来好可怜可怜。林建国冷笑，现在这个世界上谁不可怜？如果我们救了他们，他们反过来抢我们的东西，甚至他没有说完，但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。末世里最可怕的不是寒冷，而是人。那3个人敲了很久的门，没有人应，他们开始绕房子转，寻找入口，他们找不到的。林远说入口已经封死了，但我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。他们转了一圈，什么都没找到，然后他们坐在门口不动了。我妈紧张地问，他们不会一直不走吧？不知道，我摇头，只能等。我们等了整整1天，那3个人一直坐在门口一动不动，直到第2天凌晨，他们才离开。走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回头看了一眼房子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我知道她看到了烟囱，她知道这里有人，但她找不到入口。那一刻，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我救不了他们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，走向死亡。这就是末世，残酷无情，即使你有能力救人，也不能救，因为一旦救了，死的可能就是你自己。这次事件之后，我们更加小心了，每天检查3遍通风口，确保没有任何痕迹暴露我们的存在。监控画面显示，那3个人离开后，又有几批人经过这里，他们都在房子前停留过，但最终都离开了，找不到入口，他们只能放弃。极寒降临的第6个月，我们迎来了第2批访客，这一次不是误打误撞的幸存者，是军队。那天监控画面里出现了一支小队，5个人穿着军装，全副武装，他们来到房子前，没有敲门，而是直接开始搜索。军人，我愣住了，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不知道。林远皱眉，但他们肯定知道这里有人。那5个军人在房子周围搜索了一圈，没有找到入口，然后
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队长的人站了出来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他对着房子喊道：我们是政府派来的救援队，我们知道你们在里面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是想确认你们的安全。如果你们能听到，请回应，我们面面相觑，怎么办？我小声问。不能回应，林建国说，一旦回应就暴露了。可是我妈犹豫道，他们是军人啊，是救援队。救援队。林建国冷笑，现在这种情况哪来的救援队？就算他们真的是军人，那又怎么样？一旦他们知道我们有食物、有水、有电，他们会怎么做？他们会抢走的。我爸低声说，在生存面前，什么军人都没用。那队长又喊了几遍，见没人回应，叹了口气，我们知道你们在里面。他说，从卫星图像上，我们看到这里有热源，我们不是为了抢你们的东西，我们只是想他顿了顿，只是想求你们一件事。我们愣住了，求我们什么事？我忍不住小声问。林远瞪了我一眼，但我没有理会。我们有一个队员受伤了，那队长说高烧，伤口感染，我们已经走了3天，找不到任何药品。如果你们有药，哪怕只是一点抗生素，他的声音哽咽了，求求你们救救他，他才20岁，家里还有老母亲，我们沉默了，怎么办？我看着林远，他沉默了很久。我们可以把药放在门口，他说等他们走了再来拿。可是我知道他打断我，我知道这很危险。但是他看着监控画面里那个躺在雪地里脸色苍白的年轻人，他才20岁。如果小暖生病了，我们也会希望有人能帮他。我沉默了。他说的对，如果小暖生病了，我也会跪下来求人的。好，我最终点头。我们帮他们，我们准备了一些抗生素、退烧药、绷带，还有一些食物和水，放在一个背包里，然后通过地下城的传送装置把背包送到了门口的暗格里，东西在门口。我通过对讲机对外面说，等你们走了再来拿。那队长愣了一下，然后站直身体，敬了一个军礼，谢谢。他说，你们的大恩我们没齿难忘。他们离开了，10分钟后他们又回来了，取走了背包，然后在雪地里对着房子的方向敬了一个军礼。如果有一天那队长的声音传来，这场灾难结束了，我们一定会回来报答你们，在此之前请保重。他们走了，我站在监控前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心里说不出的复杂。我们做的对吗？我问。不知道。林远摇头。但如果是小暖，我也会跪下来求人的。我说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所以我们没有做错。我点头，我们没有做错。这次事件之后，我们更加小心了。我们知道卫星能看到热源，这意味着我们并不安全。虽然这次来的是军人，但下次呢？如果下次来的是强盗，是土匪，是我们不敢想。我们只能更加小心，更加谨慎，因为在这个末世里，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要了我们的命。极寒降临的第1年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们6个人在地下30米的深处度过了整整365天。这1年，我们经历了很多，从最初的恐惧、不安，到后来的适应、习惯。我们学会了在地下生活，学会了依靠自己。种植区的蔬菜长势良好，水稻也收成了2季，养殖区的鱼重新养了起来。虽然数量不多，但足够我们偶尔改善伙食。4位老人身体都很健康，没有生过病。小暖长高了不少，也懂事了很多。他虽然还是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但已经学会了不问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住在地下呀？他曾经这样问我，因为我想了想，因为地面上太冷了，我们在等天气变暖。那什么时候才会变暖呢？很快。我说很快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无论多久我们都会在一起，这就够了。极寒第1年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了一顿年夜饭，用自己种的蔬菜、自己养的鱼、自己磨的面粉包的饺子。虽然简单，但这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的成果。1年了，我爸感慨道，没想到我们真的活下来了。是啊，林建国也说，这1年过得真快。新的1年，我妈举起杯子，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平安。我们都举起杯子，小暖也举起他的小杯子，里面是我给他倒的果汁。平安。他奶声奶气地说，我们都笑了，笑声在地下城回荡，温暖而幸福。吃完饭，我躺在床上，回想着这1年发生的一切，从最初的恐慌到现在的平静。我们经历了很多，也成长了很多。我们学会了依靠自己，学会了在末世里生存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，没有人离开，没有人死去，我们都活下来了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。极寒的第1年，我们挺过来了，接下来还有2年，但无论多久，我们都会坚持下去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因为我们有爱。极寒第2年，我们迎来了第1个意外。那天早上，我正在检查种植区，突然听到小暖跑过来喊，妈妈，妈妈，你快来看！我跟着他跑到监控室，看到监控画面上一个人正躺在雪地里，一动不动。这时我愣住了，他好像睡着了。小暖说，我知道，那不是睡着了，那是冻死了。我蹲下身，抱住小暖，宝贝，那不是睡着了，那是死了。他小声问，我点点头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，妈妈，外面到底怎么了？我看着他，知道瞒不住了。他已经6岁了，懂事了，宝贝。我说，外面很冷。很冷，比冰箱里还冷吗？比冰箱里冷多了。我说，冷到人会被冻死。他沉默了很久。那我们会一直住在地下吗？不会。我说，等天气变暖了，我们就能出去了。什么时候才会变暖呢？很快。我说，很快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无论多久，我们都会在一起，这就够了。极寒第2年的春天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完全没想到的人。那天我正在检查监控，突然看到画面上出现了一个人，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。他站在房子前，没有敲门，只是静静地站着。然后他摘下了帽子，我看清了他的脸。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林远，我大喊，你快来看！林远跑过来，看到监控画面，也愣住了。
这是他。我说是那个队长，就是那个5个月前我们给了药品的军人，他还活着，而且他回来了。他回来干什么？林远皱眉，不知道。我摇头。但他看起来不像是来抢东西的。那队长在房子前站了很久，然后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东西，一个小盒子。他把盒子放在门口，然后后退几步。我知道你们在里面。他对着房子说：“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谢谢你们。那次之后，我们又救了几个人。现在我们有一个小营地，10几个人。我们种了一些植物，养了一些动物，虽然艰难，但还活着。这个盒子里是我们自己种的一些蔬菜，不多，但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药，救了我兄弟的命。”他敬了一个军礼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我们面面相觑。我妈开口：“他真的是来感谢的。”我点头。他真的是。那林远看着我，要不要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？要不要回应？要不要和那个营地建立联系？我沉默了很久，先观察一段时间。我说：“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信。”林远点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通过监控观察着那个营地的动向。他们离我们不远，大概3公里。他们有一个小营地，用一些废弃的材料搭建了简易的庇护所。他们确实在种植物，用一些简单的设备。他们看起来很团结。我说我们可以信任他们。林远看着我：“你确定？”我点头。我相信那个队长，而且我顿了顿，我们一家人太孤单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头。好，他说我们试试。我们和那个营地建立了联系，一开始只是通过对讲机简单交流，后来我们开始交换物资，我们给他们一些药品，他们给我们一些他们自己种的蔬菜，虽然都是很简单的东西，但这种交换让我们都感觉到了希望。你们做得很好。那队长他告诉我他叫陈峰，说比我们好多了，我们也是运气好。我说提前做了准备，不是运气。他说是远见，如果不是你们给我们药，我们那个兄弟就活不下来。他现在是我们的种植专家，种出了很多东西，这都是你们的功劳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心里暖暖的。我们的善意得到了回报，在这个末世里，这种温暖太珍贵了。渐渐的，我们和营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，他们有时候会过来帮我们做一些重活，我们也会去他们营地教他们一些种植技术。小暖也交到了朋友，营地里有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小女孩，叫小雪。他们经常通过对讲机聊天，虽然见不到面，但成很好的朋友。妈妈，小暖有一天问我，等天气变暖了，我可以和小雪一起玩吗？可以。我说等天气变暖了，你们可以一起玩，那什么时候才会变暖呢？很快。我说很快。极寒第2年的夏天，我们遇到了一个挑战，营地的种植区出了问题，他们的设备太简陋，无法维持植物生长所需的温度，很多植物开始枯萎，如果再不解决，他们可能会断粮，我们得帮他们。我对林远说，怎么帮？他问。我们的设备也不多，我们可以把一部分设备给他们。我说，或者我顿了顿，让他们搬来和我们一起住。林远愣住了，你确定？他问。这么多人我知道。我说，但他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，而且我看着小暖正在对讲机里和小雪聊天，孩子们需要朋友。林远沉默了很久，好，他最终说，我们试试。我们和4位老人商量了一下，他们虽然有些犹豫，但最终都同意了。他们也是人。我爸说，在这种时候互相帮助是应该的，而且我妈说人多力量大。我们联系了陈峰，提出了我们的建议。他听完沉默了很久。你们真的愿意？他问。我说我们是朋友，不是吗？对，他说是朋友。就这样，营地的人开始搬来我们的地下城。我们的地下城虽然设计石山20人的标准建的，但一下子多了10几个人，还是有些拥挤。但没关系，大家互相帮助，很快就适应了。而且人多确实力量大，有了他们的加入，我们的种植区扩大了，养殖区也增加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地下城变得热闹了，不再是一家人的孤单，而是一个社区的希望。冰封中的温暖。极寒第3年，我们的社区已经发展得很好了，20多个人在地下30米的深处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家。我们有完善的管理制度，每个人都分工明确，有负责种植的专家，有负责养殖的能手，有负责设备的工程师，有负责医疗的护士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大家都很满足，因为我们还活着，因为我们在一起。小暖和小雪成了最好的朋友，他们每天一起玩耍，一起学习。我教他们认字，陈峰教他们数学。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，但他们很快乐。妈妈，小暖有一天问我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我愣了一下，然后蹲下身抱住他。外面的世界很美。我说，有蓝天，有白云，有绿树，有鲜花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顿了顿，现在也很美，只是一种不一样的美。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那种美呢？很快。我说很快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无论多久，我们都会在一起，这就够了。极寒第3年的冬天，我们迎来了第3个新年，20多个人围坐在一起，吃了一顿真正的年夜饭，用自己种的蔬菜，自己养的动物，自己酿的酒。虽然简单，但这是我们一家人在末世里过得最温暖的一个新年。新的一年，陈峰举起杯子，希望我们都能活下去，活下去。我们都举起杯子。那一刻，我看着他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们可能会一直孤单下去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们不会知道，即使在末世，也可以有温暖。谢谢你。我对他说，谢什么？他问。谢谢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。他笑了，是你们先救了我们，如果没有你们的药，我们早就死了。所以谢谢你们。我们相视而笑。在这个冰封的世界里，这种温暖太珍贵了。极寒第3年的春天，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好消息，气温开始回升了。一开始只是回升了一点点，零下58度，零下55度，零下50度，每天温度都在缓慢的上升。虽然还是很冷，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结束了，我看着监控画面，喃喃道：终于要结束了。林远走过来，抱住我。是啊，他说
终于要结束了。4位老人看着温度监控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我们活下来了。我妈哽咽着说。对，我点头，我们活下来了。小暖和小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看到大人们这么高兴，也跟着跳起来。妈妈，天气要变暖了吗？小暖问。我说要变暖了，那我们可以出去了吗？可以。我说很快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那一刻，我抱着他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3年了，整整3年了，我们一家人在这个地下城里生活了整整3年，现在终于要结束了。极寒慢慢退去，冰雪开始融化。虽然外面的世界已经面目全非，但我们还活着，这就是最大的胜利。当温度终于回升到零下10度的时候，我们打开了地下城的大门。当温度回升到0度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走到了地面上。当温度回升到10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第一株从雪地里钻出来的小草。那一刻，我们所有人都哭了。妈妈，小暖指着那株小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蹲下身，轻轻抚摸那株脆弱的生命。这是希望，希望。对，我说希望。那一刻，我看着那株小草，心里充满了感激，感激生命，感激希望，感激这一切。虽然我们失去了很多，但我们还活着；虽然我们经历了地狱，但我们看到了天堂；虽然我们曾经绝望，但我们从未放弃。这就是希望的力量，这就是爱的力量，这就是重生的力量。冰封纪元结束了，但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带着希望，带着爱，带着对未来的憧憬，我们将在这片冰封后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，一个充满爱与希望的世界。